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这个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又到周末了，时间过得很快。刚刚过去的这周，因为之前是 Labor Day，所以说美股的话只有4天的交易日。但是刚刚过去的这4天对大家来说并不好过，因为只有4个交易日，但基本上每个交易日都在下跌。所以说，如果说你只能做多，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习惯于做多的，或者说做空更难，那么你可能并不好受。但是其实你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因为交易周期你拉长的话，你按照5年、10年的这种投资的话，这种短期的波动都很正常。股票嘛，有涨就有跌，所以说不要在意短期的这些涨涨跌跌，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涨跌过程中能不能够把你的持仓的成本降低，降到零，降到负，然后下跌的时候不就是要买更便宜股票的时候吗？难道你是上涨的时候去追吗？对不对？我们既然学习禅论，学习禅师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就应该能够面对市场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波动。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禅师原文，这是接着我们上一周的那个，上一周我们分享的是教你炒股票第72课，那么今天我们是教你炒股票第73课，市场获利机会的绝对分类，这是禅师在07年8月23号写的。本 ID 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最合理的投资方案，看看禅师他构建出来的这个投资方案是怎样的。现在是市场在大跌的时候，那么你如果说能够利用禅师给到这个投资方案的话，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仓的一个机会，对吧？一，用最大的比例，例如70%，投在龙头企业，可能是2家中，然后把其余的30%分在最有成长性，可能是2、3家中的企业中。注意，在实际投资中，如果龙头企业已经在基本面上显示必然的败落，那当然就选择最好的替代者，如此类推。其实啊，你会如果说投资的时间够长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投资就是这些理念都是相通的，对吧？禅师在他这里，首先的第一条就是说用最大比例，比如说70%投在龙头企业。然后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巴菲特，我们老拿巴菲特说事儿，因为他的故事事迹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说以巴菲特做例子的话，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巴菲特之前就是可能是40%的一个仓位全部都投在了这个苹果身上，因为40%对他来说已经非常多了，毕竟他的那个呃资金量还是非常大的。虽然说最近一个13F 的披露，他已经对苹果减半，对吧？把他的那个仓位已经减半，但是即使这样的话，苹果还是他的第一大仓。所以说，分散投资不论是禅师也好，还是巴菲特、芒格都说过很多次，分散投资是最愚蠢的投资。其实你以为分散投资，比如说你把你的那个资金分了好多出去，那么你以为是分散了那个风险，但是你也分散了盈利啊，对不对？而且啊，分散投资其实是你对你所要投的东西并不了解。你如果说真正了解你要投资的企业、投资的股票的话，你就应该集中投资，对吧？所以说，他的第一个意见、一个方案就是70%的比例要投在龙头企业里面。他这里面又强调了龙头企业。第二，只要这个行业顺序不变，那么这个投资比例就不变，除非基本面上出现明显的行业地位改变的迹象。一旦如此，那就按等市值换股。当然，如果技术面把握好，完全可以在较大级别卖掉被超越的企业，在其后的买点再介入新的龙头已经已经成长企业，新的龙头已经成长企业。这个其实，在最近的
就是这么个几十年的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行业的顺序变化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苹果介入了这个手机行业，然后特斯拉介入了这个汽车行业，这都是变革，对，就是之前现在这个通讯行业也好，或者说这个手机行业，苹果这么一个外来者，其实它就是一个变革者。那么相对于汽车行业，那么特斯拉就是一个变革者。所以说，你一旦出现一个行业出现这种变革者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这种行业地位改变的迹象，对吧？你肯定是第一时间，或者说慢慢去跟踪它的时候，你才能够对这个企业更了解，然后你的投资也能慢慢成长起来。所以说，这是在行业地位出现改变的迹象。但是如果这个行业地位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你就持续的买龙头。比如说现在芯片行业，那么一直就是英伟达是龙头，它还没有出现能够挑战它的企业的时候，不论是现在所谓的是要分拆它也好，还是这些传闻也好，这些都可以当成那个花边新闻来看，对吧？只要不坐实，都是花边新闻，都是市场利用各种的真真假假的消息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有的消息也不过，所有的消息都想变现的话，都要在图形上留下痕迹，对吧？你想变现的话，你只能到市场里面去交易，那么它一定要留下痕迹的。但是这个痕迹对你是投资的机构也好，还是一个小散户也好，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信息，它是公开的，完全公开的。所以说，你想要有任何的行动，有任何的变化，都要在图形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图形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三，这就是本 ID 理论的独门武器啦。充分利用可操作的中枢震荡，例如日线、周线，把所有投资变为零，然后不断增加可持续的筹码。注意，这些筹码可能是新的有成长或低估值的公司。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及要把这个投资成本变成零。这个其实，在你成本没有变成零之前，你永远是顶个雷的，你永远是面临着你的那个投入的资金会亏损。其实这个巴菲特也提过，很多人问巴菲特，那么啊，你已经投资这么成功了，那么有没有什么经验给到我们这些刚刚那个参与到这个行业中的人呢？巴菲特就说，那么第一条要注意了，就是不要亏损你的本金。然后那一些朋友又问巴菲特第二条什么？第二条看你的第一条，那第三条看你的第二条。所以说对巴菲特来说也是一样的，不要亏损你的本金。如果说你的成本，你投入的资金的成本是零，你还可不可能亏？你的本金可不可能亏掉？不可能吧？这个公司砸到零了，它退市了，你的成本是零啊，你也不可能出现亏损。所以说，巴菲特也好，陈氏也好，这又达到了两个理论或者两个投资大师他们的那个给到我们的意见又达到了一致。所以说，在你所有的交易股票中，你要长期操作的这个你看好的公司，你在长期操作它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把你持有的成本只有持有变成零，变成负，这样之后才不断的增加可持有的筹码。这个变成零之后增加筹码，禅师也在他的文章中有过提及，但是这就是进阶的了那个一些的方法了。我们先想办法变成零，对吧？你这样变成零之后，你对市场的这些微小波动，比如说最近这4天这个波动，你都可以不考虑它的，因为也不过就是10%左右的一个回撤。但是如果说你的成本是零，或者说很低的话，你是完全能够承受这些回撤的。这就是你成本低的一个好处。这个成本低其实作用最大的是在你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为你只要成本够低，你不亏钱，你只不过就是少赚了一点而已。你不亏，我少赚了一点，多赚一点，少赚一点，那又怎么样呢？对吧？起码我不亏钱呢，我起码我这些时间投入进来，我有一些回报，可能回报变少了一点而已，但是并没有亏呀，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没有第四。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密切关注比价关系。这里的比价关系就是市值与行业地位的关系，发现其中低估的品种。注意，任何的投资必须是零成本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意义，对吧？这个比价关系，我在这个周二、周四啊，以及周五的直播解盘中都也有过提及，就是这个比价关系，就是你这个选好了行业，然后呢，你选好了行业之后，你选好了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它的市值与这个行业地位是相关的。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行业龙头，以及它的那个行业，以及英伟达的市值，就跟这个龙头相匹配呀。你去拿英伟达跟 AMD 的那个市值，你去看一下，对吧？所以说，它如果发现不匹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要关注了。等哪一天你发现 AMD 的市值比英伟达大了，然后呢，龙头还是英伟达，这个时候你就肯定是有问题了，对吧？这就说明这个行业龙头开始衰败了，行业老二哎有崛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多配置一些行业老二，少配置一些所谓的龙头了。所以说，这个市值与行业地位它是相匹配的。以上这个策略就是基本面、比价关系与技术面三个独立系统完美的结合，能这样操作股票才有点按本 ID 理论操作的味道。当然，以上只适合大资金操作，对于小资金其实依然可以按照类似的思路，只能用简略版，例如就跟踪龙头企业，或者就跟踪最有成长性的那家，对吧？那么他刚才说的那些4条，说是以大资金，但是每一个人，我们小散户都想把自己的这些资金慢慢滚得更大一点，对吧？像滚雪球一样。所以说，那你在小资金的时候就按照这套方法来，等到你的资金成长起来之后，还可以按照这一套方法来，那不是非常好的一套系统吗？对吧？你如果等到你的资金已经大了，才开始想去按照这种方法来，你可能不一定能操作的好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对吧？一个好的习惯永远是从小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养成了。你这样的话，等到小资金，你按照这种方法操作好了，你的新手成立能力，不论你的资金大小，都是同一样方法的时候，你操作大资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么一套好的系统的话，然后猛的一下资金量变大了之后，你反而是操作不好的。当然，对于原始资本积累的小资金，利用小级别去快速积累，这是更快速的方法。但资金到了一定规模后，小级别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我之前就是在跟大家做这个盘中解盘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最小就到了60分钟。如果说你觉得60分钟这个级别还是太大的话，你还是可以降低周期的。你可以根据你的自身情况来定你的交易周期。每一个人都要跟自己的实际情况定你的交易周期。如果说你能够更多的时间盯盘看盘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交易周期定到30分钟、15分钟、5分钟，对吧？甚至是定1分钟都可以。如果说你的交易时间很少，不能够每天可能只能看几眼，对吧？那你就不能够交易太小级别的周期，太小级别对你来说都是噪音，你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一般就日线就够用了，日线你大概看一看，可能1、2周才有一次的交易机会，甚至是你要是那个就是更资金时间更少的话，可能需要利用到周线以上，对吧？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对于每天市场的这些波动、这些噪音而担心，因为它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操作不了，你操作不了，那么这个级别就没有意义啊。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一下。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所以这个交易周期一定要自己定好。定好了之后，那么你就利用缠论的这3层滤网，对吧？如果说你能够交易日线，那么就看你先看它的上一个周期，就是周线，再看它的下一个周期60分钟。看它的周线的目的是要看方向，看一下现在的大势是一个什么情况，找一下方向。现在是在这个中枢的震荡过程中，还是在中枢的移动过程中，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方向，你才能够对自己的交易的才能够找到一条往前走的路。有人可能说，你怎么不说政策面？政策面那种玩意儿，不过是制造最多是周线级别的震荡，这正是提供
技术上降低成本，增加筹码的机会。1929年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改变美国股市年线级别的中枢移动，政策面又算得了什么？对吧？这是禅师，很多时候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面就是国家层面给的一些指导，这个意义非常大。但是对禅师来说，你不管你是政府，还是巴菲特，还是一些投资机构，你也只不过是能够更多的是改变周线级别的震荡，对吧？也就是周线级别的震荡也是在市场里面，你每一个政府也好，还是大鳄也好，还是一些那个就是你的资金量比较大的这些机构了，你都是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小散户、小韭菜也是市场的参与者。我们最终关注的不是你政府，也不是你巴菲特，也不是某一个投资机构，我们关注的是市场合力的表达，对吧？所有的人都是市场合力的中的一部分，都是分力。我们不关注，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美联储的，因为它的分力的力量比较大，我们可能需要多关注一下。那么其他的一些，它也不过就是一个分支而已。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最终合力的一个表达，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的这个第73课，还是建议自己把原文自己看一下，那么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那么来看一下下周9月11号、9月12号、周三、周四，尤其是周三有这个 CPI 数据。那么，但是呢，现在因为 CPI 数据你看都已经降到2.9了，对吧？现在联储更关注的是就业市场，对通胀的话，他们已经不太关注了，或者说不是那么的关注了。它现在是有序下降。那么至于什么时候到2%的话，那就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经济运行。所以说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现在就业市场有一些疲软，有一些那个失业率有点高，所以说市场现在预期就是9月18号，现在是降25还是降50个基点？现在市场是在等待这个。那么降是应该说是板上钉钉了。但是至于降25和50的话，现在还都那个不知道。但是呢，降的多和少其实也有区别的。如果说它降的多的话，比如说降50个基点，那可能反而对市场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降的多了，说明美联储可能现在非常担心这个就业市场。但是现在的各种的就业数据也好，或者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给大众能够看到的这些数据的话，并不支撑它一下降50个基点，它只能支撑它降25个甚至35个基点。降50个基点的话是要有点猛了。那么如果说它要降50个基点，反而会引起市场的一个恐慌的。所以说现在市场有一些声音，大部分都是在预期美联储要降25个基点，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关注到了市场的这个就业市场有疲软，但是呢，我们也相信这只是暂时的。那么先降25个看一看，对吧？所以说大部分现在是这么个意见。那么具体怎样的话，我们还是要等9月18号的这个具体的利率决议。那么周四的话，还有这个还是就业数据相关的，还有一个 PPI 数据，也是需要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周末这个复盘，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然后呢，我们那个看完这个指数之后，今天要分析一个，这是一个会员朋友们做的一个提问，但是本来他是要参加周五的一个直播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个账号发不了言，就是不能够提问。那么他问了一个 SQ，我们在这个先分析一下指数之后，也分析一下这个 SQ。如果说分析完 SQ 之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分析一下其他的一些，我之前一直跟踪的这些。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分析一下指数和这个 SQ。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吧，先。我们看一下指数大周期。先看一下它的月线。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裸 K， 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只有2根均线。现在看的是裸 K。现在在月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月顶分了，说上个月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月顶分了。这个顶分型是已经很明确的，然后前面这里其实是已经出现过几次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这里也出现过一次，其实都已经这是第4次顶分型了。那么现在这个顶分型出现顶分型之后，
原来以为这个本月能够先是打一个小高点，突破前面这个高点之后，把这个顶分型变成中继之后再下来。但是现在市场本月，虽然说只有这么一周的时间，或者说只有这么4天的时间，但是这个下跌的力度还是很强的。本月已经跌了4.25%了，对吧？然后呢，它现在基本上是在上一根 K 线的下影线里面。是什么叫下影线里面呢？是这么个概念，就上一根 K 线的下影线特别长，然后现在它基本上是这么个状态，对吧？它基本上在这个下影线这里，现在已经进入到下影线里面了，其实是非常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下一周的这个 CPI 数据以及周4的这个就业数据，如果说有一些提振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在9月18号之前，就是联储利率之前收回来，收一个十字星，做一个等待，对吧？看看能不能给多头一些喘息之后再往下走。那么再往下走，那你要想出现延续的话，你就要跌破前面这个，把这个价格标出来，就是5119，只有跌破5119之后，才能说你的这个有希望出现月线上的一笔回踩，对吧？如果说也可以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也可以出现一个包含关系，就是这是顶分型，然后本月全在上一个月的这个范围之内，它没有出去，它就被包含住了。那么还要再等待一个月，看看再等待10月份甚至是11月份能不能够出现。但是11月份又到了美国的这个大选的那个时间点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微妙的。整体来讲啊，就是还是说要一直在这里横也行，对吧？对多头来讲，横就不是坏事儿，横不是坏事儿。那么横盘的话，这种大周期在这里横的话，那么相对来说小周期就有中枢震荡。那么对我们学缠论来说，中枢震荡是最好的操作呀，对吧？那利用中枢震荡，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成本降到非常低。所以这是在月线上，如果说要往下演变的话，那么就是要先破掉上一个月的低点，那么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往下看，周线上，我们现在就关注的是3491到5669，对吧？现在这段两个方向都要看。什么叫两个方向都要看呢？一要看3491上涨的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下跌这一笔没有形成啊，下跌这一笔没有形成，你就不能说上涨结束了。所以说我们一直要看这个上涨是不是要延续，要再次打掉那个5669。然后两个方向都要看，你也要看。如果说假设现在以5669作为一个最高点的话，就是短期的一个历史高点，那么它这里如果说延续出一笔的情况下会怎样，对吧？两个方向都要看。那么我们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内部它的结构按照我们的模型，我们缠论是有模型的。那么针对它这个模型是不是已经很全乎了？它的结构是不是很全了？进入段大 A、小 B、大 B、小 C 都有没有？对吧？这就是代表它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很全，是不是很饱满？这是我常说的饱满的意思。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月线的次级别就是周线。那么在周线上，我们看，这是起涨点3491，那么两个方向都要看，怎么看呢？这是第一个中枢大 A，前面这是小 A，然后这整个上涨全都是小 B，也就是说，标普指数现在在运行在小 B 段，就是周线的小 B 段没结束呢，对吧？那么周线的小 B 段如果结束的话，或者说它这段算小 B 的话也可以。那么这里的话，它就是在做大 B，就这里要做出一个大中枢来，前面是大 A，这里是一个大 B，还可以打一个高点，然后再结束整个的3491上涨，这是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怎样呢？就是这样，以5669，如果说作为一个下跌的起跌点的话，也可以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盘整上嘛，带一个中枢的盘整上，然后这里慢慢演变，它可以是这样一个演变，直接就走反向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呢是有一个有一个三买来确认的，对吧？无论你是走反向，还是要在这里做出一个大 B 中枢来，都是要有一个三买确认的。你发现没有？
所以说呀，那么现在这个3买这个回撤这一笔没出现，一直没出现。所以说从4103上来这段它的回撤一直没有出现。假设5669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回撤到5070，前期这个低点是多少？5119，对吧？跌破了5119，那么就我们刚才在月线上说那个位置，跌破了它，然后又砸到了5071的话，只是到了0.382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得到支撑了，那么在这里做一个第二个大臂中枢出来，甚至是在这里走反向也是可以的吧？但是不论怎样，这段是要有的呀。所以说这个现在回撤还没有形成呢，还没有完成呢，不是说没有形成，没有完成，也可以深一点到这个4866，甚至是4701，不论到哪个位置，针对下面这个周线大中枢都是300，这些位置都是300，都要给到你一笔。只不过如果说要到了4701的话，那可能这个反弹的力度就非常弱，对吧？因为到了0.618了，说明这个砸的就很深了。那么这个位置你做多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谨慎了。那么如果说是0.5以上的话，你做多的话还是可以稍微大胆一点的，仓位配置还是可以多一点的，对吧？只不过就是你的仓位配置的多少而已，到不同的位置。所以说，我们不是要预测市场要到某一个位置，你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到哪个位置的，而是市场到了某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它？我们要学的是应对市场，而不是去预测市场，对吧？应该用英语里面怎么说？就是你要 react，而不是 predict，对吧？这是两个有很明显的区别。大家如果说知道英语的话，都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我们要学的是应对，而不是去预测。那么现在在周线上，我们现在要观察是不是这个位置5669要下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4103上涨这段。那么因为上涨这段还不能说它结束啊，因为周线上回撤还是不够比，一样的4103上涨也要看是不是要延续，再次打掉5669。那么还是一样，5669这里是不是要下跌形成一笔？因为它现在已经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5周的一个回调，但是呢，上面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然后只有4根不够比，所以说还是没有办法那个形成一笔有效的回撤。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我们把这段也标一下。现在关注重点又变了，所以说你能够利用缠论的这个区间套的方法，层层递归，层层把利用区间套把周期越来越低，那么你的这个显微镜的度数越来越大，那么看的越来越细。那么你能够定位到更小的周期，这样的话也就能够应对到你自己的交易周期上，对吧？我们之所以这么分析的目的，就是因为周线、月线这个周期都太大了，对于我们小散户想快速，刚才禅师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了，对吧？对于我们小散户想快速累积资金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周期降的稍微低一点，但是周线、月线都太大了，你能交易的这个次数很少。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周期降到我们可交易的那个周期。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能够到15分钟、5分钟的话，那你可能需要看得更细。这是在周线上。那我们将降低周期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我们把其他的稍微清一清，看一下啊，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对吧？这就是4103一个起涨，然后这是5669，这是2个方向。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这2个点之间的这个图形到底是在干什么。从4103先看4103这个起涨，1、2、3段之后2次回撤构成中枢，就是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它的后边全都是中枢延伸，全都是围绕这个中枢的一个震荡，对吧？那么中枢震荡的操作策略就是中枢上方就上涨过程中力度衰竭了，你减仓；中枢下方下跌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加仓。这就是中枢震荡操作的一个策略。至于你能不能够买在这个最终的小拐点上，这就是你的个人的功力了，对吧？那至于怎么能够判断这个上涨衰竭呢？这就是利用我们的双触发呀。我在那个解盘中多次提及的双触发，就是你首先要有顶分型，对吧？顶底分型是首先要触发出来的，就要有明确的顶底分型，有没有顶底分型都是非常明确的。这都是如果大家跟着这个频道一段时间之后，这些
基本的定义都应该很熟悉了。那么有了顶底飞行之后，不是说就马上要出现拐点了，前面可以出现过很多次的这个顶底分型，对吧？它可以是中继的。那么想要更精确的话，你就要降低周期，因为在日线这个周期的话，它只有一段，你看不到更精细的，你需要降低周期到它的次级别，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结构，是不是3段上涨。如果说是看上涨那段的话，还是说是不是一个5浪上涨，甚至是还有7、9，对吧？都可以，是不是有这种结构？这是比较强势的以浪形的模式。还有一种就是带中枢的，是不是带一个中枢的盘整上，还是说是不是带2个中枢的趋势上，对吧？这些都可以。所有的这些结构，结构越简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结构相对来说就不带中枢的，就是它的结构就比较简单。结构越简单，代表着它的上升的意愿越强烈，对吧？因为它不需要这些纠缠，它不需要通过这个中枢的纠缠就往上走，说明上涨的意愿动能更强啊。所以说，结构越简单，说明它的意愿越强。但是呢，结构越简单，也说明它的结构不够饱满，相对于后面这种2中枢的这种上涨，又有进入段还有离开段2个中枢，它的结构是饱满的。那么像前面这种，它的结构不饱满，结构不饱满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涨动能可能没有结束呢，只能说可能没有结束呢，没有说100%不结束。如果说突然说一个前面是一个3笔，或者说一个5笔上涨，把这个稍微画的比较明显，一个5笔或5浪，一个3浪上，一个5浪上，然后结构不够饱满，但是呢，突然出现一个什么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然后直接就砸不掉了前面这个地点，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虽然说前面这个不饱满，但是出现了一些突然的那个突发的消息，也是可以的，对吧？也是可以被砸掉的。不是说我不饱满，我就一定要在这里回来做中枢，然后再结束。没有这种公式化的那个结构，就是说任何的交易你都要按照当下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定，没有死教条的，没有一根筋的交易，不要有一根筋的交易。你觉得啊，我这个不饱满，我就一定要回来做成中枢之后才能结束这个上涨，没有这种事儿。所以说，我们交易起来一定要根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交易。那么针对这个的话，现在5119又是尝试离开，没有突破前面的566，把这个某一个应该是5669，对吧？5669.67是这个历史最高点。这里5651没有突破前面这个5669，那么还是这个中枢震荡，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一段从5119这个上涨想要脱离中枢，但是力度不够，又被拉回来了，对吧？那么拉回来就有几种情况了，你拉回来，但是没进入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上去。至于说你再次上去能不能够突破5661，那就是5651，那就是另说了。如果说力度弱的话，不能够突破5651的话，那就可以在这里做成一个小中枢，相当于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2个中枢级别变大了，那么可以再上，对吧？如果说能够突破5651的话，3买突破它，那就是这是3买突破561，那就是离开了，对吧？离开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再结束整个的一波上涨。这是出现3买之后的上升。但是呢，还有一个模型就是3买转2卖。现在是3买没回来，对吧？怎么转2卖呢？上去没有打掉这个小高点，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趋势线了。上去，如果说踩一脚120天，然后再次上去2次确认，这个相当于2次确认。从这个最高点1次确认，2次确认，这就不好了。所以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位置要多减一点，这个位置要多减一点，因为它完全可以形成反向中枢之后快速离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这个整个图形就要变化了。从这里5669要断开了，左侧就是一个盘整上，然后右侧看它怎么演变，就主要看这段的一个下跌这个力度。如果说是力度非常强的快速往下走的话，那么这样的后面的空间就大了，对吧？这就是如果说出现一个踩一脚这个位置120天，
再次弹上去不行的时候，这个两次确认，相当于两次确认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已经飞涨两次确认之后，那么尤其这个周期还是比较大的日线周期，那么这个位置这是二脉，这个位置也是二脉，而且这个二脉更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结构脉点，它是形成了反向走势的一个结构。那么在模型里面就是这样，对吧？这就是现在我刚才说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也是二脉，但是这个位置是一个结构的二脉，所以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多减一点。好的，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从5651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它这段是不是能够再往下延伸一下，踩一脚这个12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120天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里，具体价格我们看一下，是在5348，对吧？如果说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周五啊，这个下跌还是比较深的，那么这个 MACD 的这个张口张的还挺大的，向下的意愿还是挺强的。那么下周没准周一周二再延续一个下跌也非常正常，对吧？那么就到了这个120天这里，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个明显支撑的话，那么在120天如果说能撑住，就是在这个联储利率之前，如果能撑住的话，就看一下情况，看可能一个很弱的反弹，如果说这样走的话，就比较那什么了，后面就比较惨烈了。所以这个位置一旦给到一次反弹，不论是这个级别有多大，只要反弹够比的话，我们都需要多减一点，因为后面它是可能是一个很快速的往下走。所以说，不论是到了这个均线这里，还是说根本就不到那里，那就更弱了，对吧？所以说下周就关注能不能给到一次日线上的一次反弹，给到一些减仓的一些机会。如果说你能够对冲的话，也可以做一些那个对冲的一些仓位。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5651，它这段的1小时上就在本周它发生了什么？5651现在已经可以从5651断开了，因为5651回撤已经够比了，所以说5651左侧的虽然说它上来是一个七浪上升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不能够说七浪上升就一定要继续往上涨，对吧？那么现在5651现在已经出5笔了，1、2、3、4、5，已经出5段了。现在就看这个第5段什么时候结束。好就好在什么呢？就是这个MACD 的这个面积呢没有特别的放大，对吧？但是它的这个 MACD 快慢线这个位置比较深，对吧？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深的，所以说这个第5笔啊，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要结束。什么时候第5笔？现在它是看的是1小时上，那么第5笔出现结束了，那么看再次回撤，回拉之后，那么就看它。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现5段之后，不是说5段结束之后这个下跌就结束了，它完全可以拉回来，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继续中枢震，是往上选还是说往下选，给到一个3买或者3卖来确认，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如果说第5段结束了的话，我们往回弹，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小低点，也就是5480这个位置，对吧？出现5了，如果说回不到5480，还可以出6和7呀，就跟前面上涨是一模一样的。前面是可以是一个7笔的上涨或7浪上涨，那么下跌也是一样，也可以出7，甚至是出9都可以，对吧？所以说不是说5完事儿了就不可以跌了，那要看它具体的这个上涨这一段的这个力度的。最好的情况当然是上涨力度非常强，直接就推到这个120小时，站到200小时均线之上，直接推到这里，然后给到一个回撤，那么可以当成一个2买来做，那么可以看能不能走反向，对不对？所以说你能够直接面对的就是这2个高点，一个是5480，一个是5522。最好的情况就是突破5522，最差的话是要先摸一下，不是最差呀，相对差的是摸一下5480，摸一下5480的话，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反向中枢了，对吧？有中枢其实就好操作一点，比你那个单边的往下走，对这个多头来讲是更能够承受的。因为单边走得快的话，那很多人就承受不住，就会杀跌呀，像这种位置都会去杀跌的。所以说，如果说能够拉回来再震一震，等待一下联储的这个决议的话，
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震荡的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够再做一些小周期的一些差价操作。好了，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分析的比较细了，针对它后期的一些情况，也都做出了一些按照缠论的完全分类的这个方法，做出了这些完全分类。往上走怎么办？往下走怎么办？那么你具体的应对的话，就看个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会员朋友问的这个 SQ，SQ 的话，原来的名字叫 Block，这个公司其实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尤其在美国的朋友都比较熟悉。他是原来的 Twitter 的那个 CEO，好像叫 Jack 什么 Dose，忘了他的名了，反正是 first name 应该是 Jack，他那个建立的公司对吧？Twitter 也是他搞的，然后他又搞了这个 Block，就是Square，原来叫 Square，所以说代码叫 SQ 嘛。那么它是一个做支付的一个公司。你看这个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月线上我已经画出来，用那个笔头画出来了。它现在就是一个月线大中枢的一个中枢震荡，那现在就是还在这个月线里面。那么想要出现一个中枢上台的话，现在不是一个中枢震荡是大 A 吗？如果说前面作为一个起涨点，作为一个 A 零点的话，想要出现一个中枢上移，在这里出现一个上移，往上走的话，那么你这段的上涨，你是它的基本面，也就是这个公司的业务，或者说它整个基本面要出现一个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种中枢上台，对吧？尤其对这种大周期来讲。那么在没有出现这种倾向的，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之前的话，它更大可能就是做中枢震荡。所以说，针对我们小散户，你如果说长期跟踪这个公司的话，你也不过就是要做在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中枢38.85，这是101.15，在101.15和38.85之间中枢震荡。它至于它能够震到什么位置，是能往上走一走，还是往下走一走，那就看具体情况。所以说你现在能计划的就是我能够吃到哪一段儿。如果说你要想做那个分段操作的话，对吧？这就是你能计划的。那么如果说你说拿着不动，拿着不动，那就没，其实拿着不动是没必要学缠论的，因为缠论学了这个分析方法之后，我们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中枢震荡，把那个成本降低，对吧？现在如果说你这个成本它已经经过这么大周期的一个震荡的话，你的成本早应该在这个中枢的下边了，对吧？在38以下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操作。如果说你的成本越来越高的话，那么说明你可能有追涨的一些情况。然后在上面的话，你又没卖，那么下来砸，你又去加的话，那你的成本立刻就被垫高了。所以说这是针对这个 SQ，我们现在关注就是它现在从87.52这个位置下跌有没有结束？月线上已经成比了，就是现在这个月线上已经到55，87到55这段已经够比了月线上。那么现在就看这里能不能够结束，能不能够反弹一笔。至于这个反弹的力度，现在是没人知道的。我们现在计划的就是这里要做一笔反弹。看一下周线，周线上87.52，现在周线上也是回撤一笔，但是它这里是有过一次有效的一个反弹，但是呢，它这个回撤不够比，所以说也是可以当成那个三段的，对吧？但是具体定义的话，或者具体画笔的时候，它只有一笔，月线上是一笔，周线上也是一笔。那么现在就是说，看一下，现在周线上只有一笔，也看不到很多的信息，唯一的就是这个 MACD 是比较好的，说的比较短，对吧？贴着这个零轴，贴着零轴这种，虽然说是在零轴以下，但是没有像这种是没有往下走，它是贴着零轴。一般贴着零轴上下的话，都是要蓄势的一个状态，可以一个爆发往上走，当然了，也可以是一个爆发往下走，但是起码没有像这种很明确的往下走。所以说现在就是要看这一段它的次级别这个结构能不能够完成这个结构比较饱满，现在给到往上生长出来一笔，就是月线上生长出来一笔的这种可能性。看一下日线上，我们把这段给它高亮一下，然后看一下日线。
这个日线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饱满了，从87.52，这是第一个中枢构成的一个中枢，然后这是构成一个非常大的第二个中枢，但是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所以这个中枢的级别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构成的结构啊，你会左右你一比较就能比较出来有这个区别，就是从38.85上来到这个87.52，它这段上来是一个也是带中枢的，它的中枢就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补出来。是带一个中枢的，你发现没有？它之前进入段特别厉害，特别强，然后构成中枢之后打一个离开，这个结构已经挺饱满了。进入段、中枢、离开段，对吧？是一个盘整上结束了。那么它这个后面呢？这里换成一个颜色，这里构成中枢 A，然后再构成 B，然后这两个中枢有结构有重合，那么就中枢的这个级别变大了。那么它现在又给到一个小三脉，这里还有给到一个小三脉，就是说左侧从这个87.52断开的话，左侧是一个盘整上，右侧呢它是现在也是盘整下，但是它这个级别大了，也就是说右侧的级别比左侧的级别大，但是空间没有左侧的大，同样的空间。从38.85到87.52和87.52回砸到38.85，如果说这个空间是一致的话，如果说同样的空间，我们现在看这里是两个空间一样，对吧？那么左侧我用了一个中枢上来，但是呢，我回砸的时候需要用到两个中枢才能砸到2/3的位置，现在直接只不过到了2/3的位置，说明下不来呀。说明下来的时候抵抗的力度很强啊，它下不来。所以说相对应的你就知道了，下不来，那么意味着做多的可能性就更高了。那么从这个位置又给到了一个三脉，这个位置是给到了一个三脉的，针对上面这个中枢是一个三脉。那么这个位置再下来的话，你可以去测一下，现在这个回来这个空间应该是到了0.5和0.018之间了，潜在的一个二买。如果说这里是一买的话，那么如果说这里能够起来，对吧？就是相当于周线上要给到你一笔了。周线上一笔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再以，不知道是以某种模式往上走，是3笔还是5笔还是带中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潜在的这个二买的一个位置。但是最差的就是在跌破这个55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盘整背驰。以这种模式再结束，但只要不打掉38.85的话，都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二买，就是周线上那个二买。周线这个位置，它继续再往下延伸的话，针对前面这个38.85的话，都是二买，还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说现在就关注这个日线上怎么演变，它是不是要选择再次跌破这个55这个位置，还是说不跌破？但是不跌破是对多头来讲更好了，对吧？那么不跌破的话，你看它是强势往上拉，还是一个弱势的？弱势的话，那可能这里要做出一个中枢之后再往上走，那相当于有3中枢，一个中枢、2个中枢、3个中枢。但是这个第3个中枢如果说能够上去的话，就是一个反向中枢。前面这里的话是这样，从87.52下跌的，那么右侧是反向中枢，对吧？所以说具体怎么走的话，那就看市场最终的选了。只要不出现这种快速杀下来这种，都可以在它回来不跌破55，甚至是跌破55，但是能够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都可以去做它的二买。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分析这2个标的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